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師。現在呢，我們正在進行的是 HSK 5級考前輔導課程，幫助大家複習和準備 HSK 考試，從而獲得更好的成績。那現在呢，我們正在學習的是閱讀的第2部分，應該怎麼去做。那在前邊呢，我們已經介紹了非常多的方法，相信大家已經在學習，而且已經在用這個方法進行練習了。那麼今天呢，我們再來學習一些新的方法。那第一個方法就是我們要去學習一下怎麼去推測，也就是說怎麼去猜啊。我們來看一下，有的時候呢，我們看到一篇文章呢，这篇文章其實有點難啊，裡邊的人啊，或者是地方啊，都比較難啊，完全沒有直接告訴我們答案是什麼。那有的時候呢，我們可以試一試去猜一下，怎麼猜呢？我們來看一下這裡，春秋時，春秋呢是春天和秋天嗎？好像不是，因為有一個時是時候，所以這個應該是一個時間。宋國一個國家，司成子罕，這個太難了，我都不知道是什麼。為官公正廉潔，深受百姓愛戴。有人得到一塊寶玉，拿去獻給子罕。有人得到一塊寶玉給子罕，那子罕就是一個人的名字，他是一個人。好，子罕說，你看他說，他既然說話，他就是一個人。您以寶玉為寶，而我以不貪為寶。如果我接受了您的玉，那我們倆就都失去了自己的寶物，倒不如我們各有其寶呢。那麼這個句子裡邊，他說，如果我接受了你的寶，那我們就都失去了。所以這個意思應該是什麼呢？應該是子罕沒有接受這個寶物啊。大家來看一下哈。注意一下，他說呢，如果我接受了您的玉，那我們倆就都失去了自己的寶物，倒不如我們各有其寶。可能很多同學不太明白什麼叫各有其寶，但是你看這個如果那就，那其實就是他，如果我接受了，那我們就都沒有了，所以我還是不要了啊。我們來看答案 A， 子罕不喜歡玉。那其實沒有說，對嗎？他沒有不喜歡，他是更喜歡別的。B， 子罕很珍惜友誼 friendship， 這裡邊沒有友誼啊。C， 子罕沒有接受寶玉。D， 子罕比那個人富有。子罕是不是很有錢？短文裡邊也沒有說啊。那這個呢，答案應該要選擇 C。答案應該要選擇 C， 他沒有接受，因為他說如果我接受了，那我們就都失去了我們的寶物，所以答案就是他沒有接受。好，那這篇文章對於大家來說，很多人可能讀的時候覺得沒有辦法學習，沒有辦法做，但是實際上你有沒有發現，在這個文章裡邊已經給了我們很多信息，因為我們看到了他子罕說，所以是子罕是一個人啊。那麼他說的這句話其實可以告訴我們答案啊。我們最重要的是明白，有一個人想送給子罕一塊玉，那子罕說，如果我要了，那我們就都失去了寶物，所以我不能要。那最後結論就是子罕沒有接受寶玉。那至於別的部分是什麼意思，其實如果你不知道，也不影響你的回答。那麼像這樣的題，應該是 HSK 5級裡邊閱讀裡邊最難的一種題了。就是這個題我沒有辦法去讀它，因為很多詞很多字看上去認識，但是我不太明白。那我們來看一下哈，我们来學幾個詞。春秋時啊，我們中國呢在歷史上呢，在2000多年以前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時期，就是春秋和戰國啊。那戰國我們在閱讀的第1部分已經看過那個詞了。春秋和戰國就是秦 Dynasty 的前邊啊，就是孔子、老子的那個時代。大
大家要了解一下哈，春秋和戰國。那麼在春秋的時候呢，有一個小的國家叫宋國，宋國司城子罕，子罕是名字，那司城是管理城市的人，他相當於一個就是市長吧 ，mayor 啊 ，the leader of the city 啊，司城。為官公正廉潔，他做官呢非常的公正啊 ，justice 非常的廉潔，就是他不會去要別人的東西，他不是特別喜歡錢的一個人，深受百姓愛戴。那麼愛戴你可能不知道，但是愛你肯定知道的。那受百姓愛，就是老百姓都很喜歡他，因為他不是一個貪污的人啊，不是一個 corruption 的人，所以呢，老百姓都很喜歡他。那有一個人他得到了一塊寶玉，一個很好的石頭，那麼拿去獻給子罕，就是他送給了子罕。子罕說：“您以寶玉為寶，那就是以什麼什麼為什麼什麼。”這個在 HSK 5級裡邊其實是非常難的一個語法，就是把什麼什麼當成什麼什麼。你把這個寶玉當成一個 treasure， 當成一個很貴的東西。那我呢，以不貪為寶。不貪的意思是不是特別喜歡錢，沒有 corruption 啊？我把這個當成我的寶啊，我的 treasure， 我的 wealth。如果我接受了您的玉，那我們就都失去了寶物啊，倒不如我們各有其寶。各有其寶就是你有你的，我有我的啊，叫各有其寶啊。比如說這個各做什麼，各做什麼各啊，這個是很有用的一個語法。比如說同學們都下課了，大家各回各家，你回你的家，我回我的家啊，這叫各什麼各啊，各有其寶啊，這個是非常有用的一個句子。所以這個文章如果老師沒有解釋的話，可能對於你來說是非常難的一篇文章。但是如果你能夠抓到最重要的句子，其實你是可以找到答案的。你可以猜一下，第一，你可以猜到子罕是一個人，因為這裡有子罕說什麼什麼，他一定是一個人。那這裡我們這句話可以告訴我們答案，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怎麼推測。那所以我要告訴大家的是，如果你看到了這樣的文章，看上去特別難，你不要擔心啊，因為你能夠看懂的部分一定可以告訴你答案。好，我们再來看一個，這裡有一篇文章，那麼我們來看一下，提起青島，很多人想到的是美麗的大海，金色的沙灘，美味的海鮮，清涼的啤酒，很少有人提起青島的街。然而來到青島，青島的街一定會給你留下深刻的印象。青島依山傍海，沒有一條路是正南或者正北的。在青島問路，當地人不會告訴你往東走或者往南走，只會告訴你應該到第幾個路口，往左拐或者往右拐。那這個是我們的文章，它介紹的是青島的街、青島的路，那不是正南正北啊，不像北京一樣，北京的話就是正南正北啊，你說南邊就是真的南邊，說北邊就是真的北邊。但是青島的路不是這樣的，沒有正南或者正北，它不是直的，它可能一直是這樣的路。那我們來看一下 A， 青島人很熱情，我們這裡沒有熱情這個詞，對吧？青島街道筆直，筆直就是像筆一樣直，不對啊，因為沒有正南正北的路。C， 青島的公交很發達，沒有說到公交，對嗎？ D， 青島的街道很有特色啊，很有特色就是不太一樣啊。那這個裡邊呢，第一可能會需要你有一些中國的一些知識、一些常識。那麼在中國呢，中國的北方大
大部分的地區都是平原，沒有很多山，所以北方的路大部分都是直的，所以你可以很容易看出來是南邊、北邊、東邊、西邊。而且北方人，比如說你問一個北方人我要去什麼地方怎麼走，他們會跟你說你往東走走多少米，你往西走多少米，這是非常容易的，因為我們的路是直的，因為我們都是沒有山的地方，山非常少。但是呢，在中國的南方，我們有很多山，有很多河，那樣的地方路都不是直的他們常常說左邊右邊，上邊下邊，他們不說東南西北。所以這個小小的常識，中國人都是知道的，那麼你也要去學習一下。還有就是那青島它是在海邊的城市，所以呢它的路跟南方的路比較像這個呢可能很多同學都不太清楚，但是呢我們怎麼才能找到答案呢？我們可以看到呢，然而來到青島，青島的街一定會給你留下深刻的印象。為什麼會給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呢？因為它有特色，它跟一般的路是不一樣的，所以才會留下深刻的印象。你大概也是可以猜出來的。好，那或者是你用一個什麼方法呢？就是你看一看 A 熱情，這裡面完全沒有熱情這個詞，道路很直沒有，公交發達沒有，所以呢你可以用反着的方法，排除的方法，就是那 A、B、C 都不对， D 看上去還算不錯，那就要選擇 D。 所以如果遇到這種特別難的問題，你也可以試試這樣的方法， A、B、C 一定不對，那選 D。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這是怎麼推測然後我們再來看另外的一個練習。他說古時候有位老人年紀很大了，在去世前他把2個兒子叫到床前說，你們倆騎馬到西山，然後回來，誰的馬跑得慢，財產就歸誰。2個兒子騎馬出去，緩緩而行，一個行人看到後覺得很奇怪，問明原因後對2人說了一句話，你們何不把馬換過來騎。2人聽後換過馬，互相追趕了起來。好，那這個文章有點意思因為它也是不是直接的故事，它裡邊有一些小小的東西在裡邊，我們要注意。那首先是老人要年紀大了，可能他要去世了，他要想一想，我的錢給大兒子還是給小兒子，他讓他們去比賽就是他說誰慢給誰所以他們去騎馬的時候呢，努力讓自己的馬非常非常慢，但是這樣的話呢，会需要花非常多的時間才能到那個地方，然後再回来。所以行人走路的人告訴他們一個方法，就是你們換一下馬。結果他们就真的換了馬，然後跑得非常快了。那麼我們來看 A， 那個行人很聰明，不好說，對嗎？我們現在還不能完全確定，所以我們試一試。我們覺得 A 可能是對的，但是又不能100%的確認，我們怎麼辦？我們先看 B， 老人在西山等兒子，這個是不對的，因為老人說的是你們騎馬去西山，然後回來，所以老人不在西山。C， 2個兒子都不孝順。那這個故事裡邊沒有提到2個兒子對父親的態度。父親說你們騎馬然後回來，誰慢我給誰錢，但是沒有說2個兒子怎麼樣。D， 老人去世前想要去西山，老人不想去西山，老人想把自己的錢給兒子，所以 B、C、D 都不对。那他說行人很聰明，我們怎麼能知道行人很聰明呢？我們看一下
他說的是行人給他們說了一句话，你們換一下。然后呢，這2個人聽了，他就換了，所以他們聽了行人的話。為什麼呢？因為行人的辦法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們可以說行人非常聰明。那這樣的需要真的要想一想的那個選項，確實是有點難。但是大家也可以考慮一下 B、C、D 一定不對，那麼當然應該要選擇 A。行人很聰明。大家明白這個故事嗎？這個故事的那個問題在哪裡？就是兩個人騎馬，他們要比賽的不是快，而是慢，誰最慢誰就贏了。所以行人的辦法是你們換一下馬。那你們換一下馬，那就是马，他 A 的馬快的話，那B 的馬就慢，所以反過来的话，他们就是誰快誰就贏了，明白了嗎？這個是一個有點難的一個 logic， 有點難，邏輯有點難的一個故事。但是這樣的故事我們也可以去猜一下，因為 B、C、D 都是不對的，那 A 的話應該差不多對，那就選擇 A。好，我們來看一下，在我們的短文題目裡邊。有一些 A、B、C、D 有一些選項是要特別小心的，就是差不多一樣的選項。就像我們之前說的那個 numbers， 如果你在文章裡邊看到了108，你在 A、B、C、D 裡邊也看到了108，那麼你可能會選擇這個，但是它很有可能是錯的，因為它的 subject 不一樣。我們来看一下這篇文章精衛填海講的是中國上古時期一種叫精衛的鳥努力填平大海的故事。精衛原來是炎帝的女兒，她是一個人，在東海遊玩時不幸溺水而亡，死後她變成了鳥，每天銜來石子和樹枝投到大海裡，想要把東海填平。後來人們常用精衛填海这個成語，比喻按照既定的目標，不畏艱難的奮鬥到底。好，那這是這個故事那我們來看一下 A， 精衛不會划船，這個跟划船沒有關係B， 精衛把東海填平了。那麼很多同學看到 B 的時候就選擇了 B，因為他說把東海填平，把東海填平 ，OK， 選擇 B。但是你有沒有發現，這裡說的是精衛想要把東海填平，那這個 B 選的是精衛把東海填平了，一個是打算，一個是 already， 它們是不一樣的，就是看上去差不多，但實際不一樣。這樣的句子大家一定要特別小心比如說像 time 這個 tense past tense 還是 future tense， 這種一定是要小心的。那還有一種就是比如說人 subject 可能換一下，後邊都是一樣，但是 subject 換了，或者是 subject verb 都對，但是 object 換一下，那這樣的都有可能出現。所以如果你看到了 A、B、C、D 裡邊有一個句子跟文章裡面的句子差不多一樣，這樣的句子你一定要小心，你想一想它是不是真的一樣。好，那這個文章呢，答案應該是我們看一下C， 精衛對東海之神非常敬畏，但是這裡面沒有提到東海的神，對嗎？D， 精衛填海體現了堅持到底的精神。他說比喻既定目標，不畏艱難的奮鬥到底，這個就是堅持的意思那麼我們可以看到答案就在最後一句答案就在最後一句他講了一個故事，最後告訴你一個道理。這個是中國人講故事的最常見的一個方法，先說一個故事，誰在哪兒做什麼，結果怎麼樣，最後我們知道的道理就是
要堅持到底答案應該要選擇 D。 我們再來看一個也是差不多的選項，甲骨文大約產生於商周之際，是目前發現的中國最為古老的文字，它記錄了公元前3000多年以前中國人祖先的活動，但由於甲骨文是比較成熟的文字，所以專家們認為中國文字產生的年代實際應該更久遠一些。那我們發現在這裡我們看到了 B 和 C 都是差不多的，跟文章裡面的句子差不多。我們來看一下 B 和 C。B 甲骨文產生於商周之前，那你看一下哈，這裡說的是商周之際，這裡說的是商周之前，當然不一樣。商周之前就是商朝和周朝的前邊，那商周之際是商朝和周朝的中間，所以答案不是这个 B 一定是錯的綠色都是錯的。然後甲骨文有3000多年的歷史，那我們看一下是它記錄了公元前3000多年以前中國人祖先的活動。那因為甲骨文是成熟的文字，所以專家認為中國文字產生的年代應該更遠一些，更久遠一些所以呢甲骨文不是只有3000多年的歷史，應該更遠應該更遠。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A， 中國人創造了甲骨文，這個當然是對的它是中國最為古老的文字，當然是中國人創造的那然後 D， 甲骨文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字，但是我們說它已經是比較成熟的文字了，所以它是真正意義上的字，所以答案應該要選擇 A， 應該要選擇 A。 很多同學可能會覺得 A 好像很簡單，應該不對吧？那可能就是 C 了3000多年，但是其實是錯的它記錄了3000多年的人的生活，但是並不代表它產生於3000多年以前，它有3000多年的歷史，它可能會更老更久這個大家要注意一下了。好，所以這樣的如果文章裡的句子和 A、B、C、D 裡的句子差不多的，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常常是錯的。好，那我們現在再來看一下這個句子。很多父母在教育孩子時，往往都有自己的主張，許多主張，而且非常有道理，但是在實際生活中，他們又往往不能按照那些主張去做。他們的理由很簡單，他工作太忙，實在沒有時間。那麼我們看到了 A， 小孩子有很多想法，那麼這裡也有很多自己的許多主張，那很多同學可能就選 A 了。但是你要注意的是，這裡是小孩子，對嗎？但是這裡是父母。那我們的文章裡面說的是父母有很多想法，但是 A 裡邊是小孩子有很多想法，所以答案不應該是 A。 那我們來看一下 B， 教育孩子其實很簡單，沒有，許多家長沒時間教育孩子，答案在最後一句，他們工作太忙，實在沒有時間，所以答案應該要選擇 C 應該要選擇 C。 所以很多父母知道怎麼教育孩子，但是他們沒有時間，這個是我們需要特別小心的看上去差不多，但是其實不對，因為你要注意 subject 是不是一樣的。好，那還有一種我們需要特別小心的，那就是絕對的詞 absolute 的詞，我們要小心。那什麼是絕對的詞呢？就是最怎麼樣，總是怎麼樣，一直怎麼樣，或都怎麼樣，或者說所有的怎麼樣。
那大家還記不記得剛才我們在前邊的課裡面講過了那個鯊魚的故事啊？魚啊，我們說過一個 scope 範圍啊，如果你聽過的話，你一定還記得，是所有的都這樣呢，還是有的這樣，還是大部分這樣呢？啊，那我們要注意，如果答案是最，所有的總是一直或者都，那你就要小心一點，你要去看是不是真的都這樣，或者是不是真的最這樣。我們來看这個，現在如果要問人們選擇職業時主要考慮的是什麼，有相當一部分人會以收入多少作為標準，當然也有人主要看自己是否喜歡這份工作。也許最理想的情況是能找到一份既讓人喜歡又有較多收入的職業，可惜的是這種情況在生活中並不能經常遇到。那我們來看一下 C 這裡面有一個喜歡的才是最好的工作，那這個是不對的，因為是綠色是不對的。為什麼呢？因為他說以一部分人以收入為標準，有的人自己是否喜歡這個工作，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覺得喜歡的就是最好的那這個大家一定要小心一點如果你看到了最，你就要小心，可能是不對的，我們再認真看一下。好，那这個答案呢，應該要選擇 B。他說呢，人們找工作的標準是不同的，不一樣的，因為有的人要這樣，有的人要那樣，所以他們的標準是不一樣的。好，那這個就是我們的大家需要小心的這個選項。所以呢，我們到現在呢，已經給大家介紹了非常多的在這個部分的題目我們需要注意的，我們可以用的方法是什麼？那麼我們說過呢，大家在這個考試的時候呢，這個部分盡量用的時間要少一點。我們雖然告訴大家一些非常難的這樣的文章，但是其實呢，這樣難的小短文最多不會超過2個，可能更多的都是比較簡單的短文，所以你讀完了一遍以後，馬上 ABCD 一看就能選擇出答案的那些短文是比較多的，所以大家不要擔心，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你的時间10分鐘以內，最好是7分鐘或者8分鐘要把它做完。為什麼呢？因為我們下面呢就要給大家講的是閱讀的第3個部分。那大部分的人都覺得閱讀的第3部分是最難的，它需要最多的時間。所以如果你前邊可以做得快一點，不要花那麼多的時間，那你後邊第3部分就會有更多的時間去做題了。好的，那我們先休息一下，一會兒呢，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閱讀的第3個部分應該怎麼做。